汉学有很特别的一个起手式排比，媒体、狗仔、揭弊这3个排比在一起合理吗？媒体是中性，揭弊是正义，狗仔有负面倾向。但是我把这3个拉在一起的时候，就因为读者而言你就平了嘛。我还认为公安这种是正国啊，对不对？你说那我就违法啊，他就得当动你啊！你好歹你也是立委，我就问你王一川，你要不闯红灯，我跟你999天，我也没东西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想到了九品芝麻官，这里有江南4大金针奶鸡中之霸，他们呢早就在我这，他妈晋州刊你就太大怡红院，然后结果你在那边骂别人。最早是去年的时候，王一川被爆料说他闯红灯，然后呢，王一川就出来讲说啊，这个有什么国安有人跟踪他等等之类，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直到判决出来，判决什么呢？就是王一川去告那个跟他的人嘛。好，就知道说原来有4个所谓的狗仔跟着他，他就想要顺藤摸瓜去把这4个人的背景找出来。当时是徐小新爆说他闯红灯的料嘛，结果呢，他拿着一个所谓的不起诉书去找到凯斯国际，再从凯斯国际去找到说啊，原来里面有民报，还有这个什么揭弊者协会，然后这个理事长跟黄国昌很好，所以他就认为说黄国昌一定就是这个幕后的引武者。好，王一川出来打这一题，打的哩哩浪。原来他把主线跟支线混在一起谈，主线是要打黄国昌，结果他花了太多的重点在打徐小新这个支线，就徐小新一句话就把他怼回去，随便你啦，往打你回。结果他就不打，他就主攻黄国昌。好，手上没有实锤的证据，所以有一家媒体就跳下去了，订报就独家披露说这个记者叫什么名字，以前在黄国昌那边2016年担任过他的助理。为什么镜报知道这个消息？因为镜周刊把资料给他。为什么镜周刊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这位谢姓记者以前待过镜周刊。哇靠，太狠了吧！前东家出卖自家记者哦，就是这样。所以王一川现在已经不是这个议题的主导者，变成镜周刊、镜报才是这个议题的主导者。最后镜周刊就在讲说黄国昌曾经有养狗仔，这个钱呢，现在有可能是什么？有香港的港资，所以呢有境外的问题，所以这有没有国安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打点。第二个打点是说，你看当时黄国昌也出来讲88会馆，黄国昌你就是一个背骨仔，你连柯文哲你都敢爆料，他无非就是想要分化，让民众党内部觉得黄国昌是一个不适任的主席嘛。好，结果镜周刊跳下去之后，发现翻车。他们一开始给的时间是早上6点多的，然后后来呢，柯文哲被跟拍什么去过88会馆的时候是10点多的，然后后来他说这个黄国昌的发文是11点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给串起来说，都黄国昌就是跟拍，所以黄国昌才敢这样发嘛。结果呢，这个根本是你们自己先发，自己先造谣，结果后来下架之后再上架，变成他在后面。黄国昌他从头到尾，从他从政以来的人设就是揭弊，就是吹哨，所以你一直跟他说哇，黄国昌养狗仔队，哇，黄国昌去跟监这其他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们跟监到的是不是事实？对，是这个对正常选民来说，就是说对啊，黄国昌就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啊。黄国昌不是直接指挥狗仔，黄国昌是成立一个协会，然后找了一些资源，对，然后交给这一些专业的新闻媒体，没错。而这些新闻媒体记者也有自己的判断，对，所以不是说黄国昌说，哎，你去拍他，哎，你这个报道怎么写，哎，你这个要怎么打他，不是，黄国昌没有做这件事情，对，黄国昌只是负责找了资源，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包括我们就讲镜周刊，镜周刊老板是谁？飞伟，你说扁案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是动用了多少的线人，多少的调查记者，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证据的交接，那都要去非常的谨慎小心，而且我们说，好，我们拿到这一条，我们要不要报？报了之后会不会出事情？这是真的，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狗仔文化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你去侵害人家的私生活，那当然是不道德。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背地里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那这样子无论是去内部人士去爆料，还是记者去跟拍，做一个调查记者，请问他该不该做？这是不是新闻的责任？是。那我请问你，狗仔文化，你用这4个字去把整个新闻调查的专业整个打掉，这样也是不公平的。
镜周刊是狗仔公司去骂狗仔文化，因为对方是黄国昌，还不止。现在王一川去告黄国昌，说到这个说什么国安法涉嫌境外资金，香港有一间公司也叫凯斯国际，对，好，结果呢，黄国昌反手就是一击，来，你肥伟的精进传媒公司拿了这个海外不明的7亿，来，我跟大家讲经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镜周刊的母公司，对，母公司是镜集团的啦 ，Mirror Media Group， 镜传，直接照搬嘛，甲方跟乙方嘛，对不对？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这是几间公司，你知道？皮包公司，然后呢，总共是2890万美元。那这笔钱到底哪里来？最后，因为它有一个还款金额嘛，所以就是2850万元，就是你刚才讲7亿台币，对，7亿台币。啊，你看有人就辩解说，民进传媒集团 Mirror Media Group， 所以这个钱是从民进集团来。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台湾的媒体里面，如果你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要不要揭露？要啊。那为什么裴伟没揭露？我认为呢，镜周刊这个就我们讲的裴伟他们这个集团，就是因为已经看到王一川没有打一枪没有打响，他们想要跳下来参战，所以就变成不仅是开了主线支线，又变成双头马车。对，王一川那边是以民进党立委为一个主，镜是以镜里面作为一个主。但我觉得他是嫌这个演员不够格，所以拉下来自己当主。对，当然也是。我们来看镜传媒的完整回答版，请黄国昌委员尊重记者提问，针对问题回答，不要屡屡使用反问问题的方式规避媒体监督。3，黄国昌委员受访时刻意跌歌倒菜的将之混为一谈，表达撰写有关镜周刊的报道会遭到报复的负面印象，不仅实况不符，又企图以镜周刊营运状况的议题规避记者提问，实不足取。第5，经上报2022年报道部分内容系2021年经进传媒公司的财报而来，而经进传媒公司的财报都经过会计师审查签证，这些资金调度已详载在财报上发给各股东，到了黄国昌的脸书竟然是来源不明的海外资金，请不要拿3年前已经报道过的新闻来规避你马上要回答的问题。惊叹号！媒体记者声明用到惊叹号，也是妈的也是够屌。本开也想问黄国昌委员，请问你敢公布凯斯国际公司的财报吗？不是啊，那你就去找凯斯国际嘛，你问他干嘛？他又不是持股人。7，包括本刊在内的记者公共公益由独立新闻作业报道完成，使黄国昌委员罪政治人物，现职可以立委兼党主席，却多年指挥特定记者筹组狗仔之类政敌进行政治侦访。他的用词跟绿营一模一样政媒两栖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本质完全不同，不仅残害新闻自由，更陷第一线记者于不义而遭到提告背信罪。无怪乎网友纷纷朝圣黄国昌2021年9月12号脸书贴文。你到底在写脸书还是写声明啊？王大委员大义凛然说道：“一旦攻守易位，掌握权力之后，过去曾经高举的理想可以随时弃弱避险。这种背弃原则的行为堕落，也将成为敌对阵营重返政媒合一的最佳挡箭牌。你可以，为何我不行？如今这方法成为他自己最残忍的照妖镜。”后面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有民进党党部的风格。你有发现吗？从第1到第7，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他越写越生气。对，凭什么镜周刊你们的跟拍调查我现在避免用狗仔这个字凭什么你们做叫做独立新闻作业及判断完成报道？那对方叫做政治侦防，这完全双重标准啊！越小的事情吸引越大的记者。前总统府记者联谊会会长，媒体简单说是一座桥，桥本身没有个性，负责联系传递，不参与介入过程。什么叫做媒体本身没有个性？大家国中理化有没有学过一个词叫催化剂？我相信黄伟汉应该有上过国中。好，那我本人也当过理化老师。很多同学误以为催化剂不产生反应，错了。催化剂如果不产生，不参与反应，他干嘛列在这个反应方程式里面？所以黄伟汉这句话，他其实又在掩盖说媒体本身是有立场及力量的，尤其是媒体人。对，因为媒体到媒体人，媒体人是有个别的鲜明形象。那他自己担任这个评论员，担任这个名嘴以资深媒体人自居，你是不是在介入这一些政治的过程？我说真的，你发表这些观点，你就是在介入政治啊。我也是啊，我们在政治上发表这些观点，就是一种参与，就是一种介入。你去拍完不揭露，交给别的媒体揭露，就会被质疑的动机。
你这句话怪怪的。当你觉得怪，看它的上面跟下面，踢爆真相，民意代表接受陈情之后，那确实查核无误，就可以开记者会公开。我请问你，民意代表接受这个陈情人所提供的文章、资料、照片、影片、录音档，是民意代表亲自拍的吗？不是，甚至也不是这个陈情人，甚至都不是，陈情人搞不好也是第二手、第三手转手的，所以。立委在接受陈情人提交上来的资料，开记者会爆料，这不就符合你说的？如果你去拍完却不揭露，交给别的媒体、别的立委、别的人物去揭露，那我现在反过来要被质疑我这个陈情人的动机。那这个社会上就没有爆料啊。是啊，什么爆料？这个社会就没有爆料啦，因为大多数的平民老百姓受到欺压，他们手上是没有权利、没有传播的管道、没有平台，所以他们才要找记者，他们才要找立委，他们才要找民意代表，他们才要透过政治跟媒体的力量，把他们所受的冤屈给申诉出来。对啊，他想带的风向就是可不可以有国仔？可以有国仔，可不可以偷拍？可以偷拍。就你黄国昌不能偷拍。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拍自己揭露，那我们不需要民意代表了，我们不需要代表了。那这个与现实不符啊。所以关于整篇文章，黄文汉只是要讲一句话。就是先入为主的说，黄国昌你就是指挥狗仔偷拍，所以其实逻辑在哪里？他在混淆公益揭弊跟狗仔这件事。这很要命哦，因为狗仔可能是私利的哦。比如说你去狗仔这个影星私利，对啊。第二个。公益揭弊是狗仔行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哦。以后谁做了公益揭弊，他本身要背负新的一种心理压力。黄国昌要继续揭弊，都会被跳到那个所谓狗仔的你又养了哪些狗仔啦？对，他其实就把水搅浑啦。其实今天这一整题这样灌下来哦，真正的结论是为什么《镜周刊》敢跳下来？因为《镜周刊》不是个人，所以他一定会继续做狗仔行为。没错，他不怕啊，我就烂。对，但是你黄国昌，你敢我就烂吗？他出来当稻草人，所以靖检这一波聊下来很狠。老实讲。